一个加拿大人不远万里第一次来到中国，那先让他最爱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首先，最欲罢不能的娱乐项目是打扑克。加拿大老人吧也打扑克，就以前呢，温迪的亲生父亲还在世的时候，住在养老院里，温迪经常去看他。他们养老院有一个巨大的房间，棋牌室，好几十桌，也打，但是几乎鸦雀无声。那小护士每小时得进来溜达一圈，看哪个要劲儿过来拉走。到了雅家人邀请他，温迪咱打扑克，温迪以为大概也是加拿大那种氛围呢，结果别管我呀，我出去了，你看这也是温迪出去了。大王，你要不？没有啊。温迪这牌要不起的时候，他就不说话，但是我二姨肯定要问你要不要？哎，你要不要？要不要？我就问你要不要？温迪也不吱声。大胖媳妇告诉他妈，这话你得接，他们不接受沉默的投降。来跟我学一句汉语，我要不起，我要不起。温迪说啊，我要不起。我二姨啪一砸，要不起，我俩勾。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？你不要，我10勾圈。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？不要，不要，我对6对6。让温迪更不解的是，我二姨和我二姨夫两口子，我老姨和我老姨夫两口子，温迪和大胖媳妇3对打扑克。突然后边就多一个人，这人是我姨，叫王玉芬，就绕着这桌子就是一个指点。温迪就问我，这个人在干什么？凭什么公然窥探我手中的命运？大胖媳妇说，你刚来没习惯，在这儿你是打扑克，你是下棋呀，后边总撞个卫星，两手一背，小嘴稀碎，主打一个环绕。温迪刚要出牌，这卫星搁他后边啪一下打他一下。你连勾圈改都没有，你管他干啥？温迪说，你连牌都没有，你管我干啥？你管我干啥？然后另外2对哈，就我二姨我老姨他那2对，人家都两口子彼此支招复盘，干扰别人。温迪跟他儿子一伙，那就是互相往绝路上干，不懂团队作战的精神。加拿大人手撕加拿大人，给那个卫星气的是掐温迪。你看这牌出的，你走了，你给你儿子憋那了，你咋自己走了呢？温迪说，我签证到了呗，我得自己走了呢。我儿子人也不想跟我走啊，人也不想跟我走啊。这是娱乐项目，吃的上最怕去饭店，最爱去农贸市场。他觉得饭店8个人14道菜简直是原罪，尤其知道我们家新换了冰箱，那更是大肆在农贸市场囤货呀。农贸市场多好，温迪最爱的东西是淀粉肠。大胖姐说你加个鸡腿，温迪说我要不起，但是最后迷上了东北烤鹌鹑，因为它4块钱一个，温迪买了10个，现场吃了5个，剩5个放在了保鲜盒里面，带回了北京。娘俩回到我家5分钟没找着冰箱，我说西门子真全件冰箱做到和橱柜一体化设计，这冰箱无冷凝水技术可以防止水分聚集，橱柜也不发霉。全件冰箱有3种冷藏冷冻的箱体，可以根据自己需求搭配，2个不同湿度的抽屉分储，3倍延长食物保鲜。然后温迪走之前，我爸领他去爬景山了。到了景山顶上，我爸说：“你看这里可以俯瞰整个故宫的全景，感受一下这个紫禁城的宏伟。”温迪说：“景山是免费的，那故宫呢？”我爸说：“故宫收门票啊，60块钱。”温迪说：“那我觉得在这儿看就行了。”我爸说：“你不想看看故宫吗？”温迪说：“我要不起，我要不起。”然后我爸给解释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景山当年这个崇祯皇帝啊，以前也住在故宫里，后来这个清军来了，他就被逼到了景山上。回头啊，再看了一眼故宫，然后就了结了自己的一生。”温迪说：“因为故宫管他要门票啊，他也要不起，他也要不起。”今年的中秋节，他说他要承办，说感觉现在的节日气氛太淡了，他今年要担起这个文艺复兴的重任。结果置办的所有事儿全劈叉了，明明是自己买月饼买错了，他还气够呛。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现象？就当你对一个语言不是很熟悉的时候，就特别容易把2个完全不相关的词儿记串台。他就经常这样。曾经有一次我在伦敦让他去买豆瓣酱嘛，他也不懂豆瓣，也不懂酱，就只能硬记，就豆瓣酱、豆瓣酱、豆瓣酱。然后走路走了20分钟，到了华人超市，到那老板问他你要啥呀？他说赵本山。老板说你要碟啊？他说我要罐啊。碟是什么意思呢？散装的。这次又是买月饼，他带孩子自己去买月饼，我出差不在家，他自己打车去的。走之前我就怕他去错地方，我说你到了商场啊，你就找稻香村。他说我懂，而且我还知道我在北京不能说稻香村，得说稻香村。我说就是稻香村。他说稻香村，稻香村，然后就去了。咱也不知道路上是哪个点开始又窜台了。到那儿见着1楼保安大爷，我要倒插门。保安大爷说你到哪倒插门啊？我老公说我问你呢，哪里倒插门啊？保安说我不知道你上哪倒插门，我也没倒插门。而且小伙，我告诉你，现在不行叫倒插门，那个叫赘婿。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找着没啊？他说保安说现在那个店叫赘婿。关键是最后不但倒插门没找着，买的东西全是错的。我让他买月饼，他买了牛舌饼、老婆饼、油炸糕、枣花糕。这个是啥呢？开花馒头。我说买的挺好，别再买了，没有一个是对的。他说那这个我不服，那商家往那月饼里放鹅肝、放螃蟹、放火腿、放冰激凌，啥贵放啥。他们说那是月饼就是月饼，几十块上百块钱一个，他咋不直接往里放钱呢？月饼变了，月饼他现在的象征也不是团圆呢，就是烧钱呢，直接叫烧饼。月饼现在定位极其模糊，迷失了自我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买这个都可以叫月饼。你说这个 moon cake 有酥皮有 cake，就是没有 moon。那我买这个老婆饼 wife 派有酥皮有派，就是没有 wife，有什么问题呢？
然后晚上很委屈，坐在沙发上自己扒扒。哎呀，人本来我自己上网查的资料，今天还有个传统，我本来想再置办点桂花酒，但是咱也不敢问，咱也不敢买，月饼都买错了，酒再买错，桂花酒，咱也不知道得多贵才能叫桂花酒，节过的太烧钱，烧饼加烧酒。大胖媳妇儿带着她加拿大的老母亲去体验了一下北京老胡同，结果被后海区人力车夫拉进了永久黑名单。到了后海，温迪见到了人力车，没见过呀，嗨起来了，要乘车。拉车师傅离远看，哎，一金发女郎远远走来，看着挺年轻的。温迪过去说：“我可以吗？”师傅是个老北京啊，上来吧您。温迪说：“那我可以带着我的儿子一起乘车吗？”师傅说：“行啊，上来吧。”温迪一回头，儿子过来，儿子就过来了。师傅大受震撼，这不行，这不成。温迪说：“你说的我可以带儿子，哎，儿子上来，儿子上来。”然后后海之行就开始了。师傅蹬了不到20分钟，蹬抽筋了，回头跟他娘俩说景基本就是这样，该看的都看了。大胖姐说：“这个海我光看后边了，还没看前边呢。”师傅说：“这个海只有后边，没有前边。”温迪说：“为什么？”师傅说：“因为它叫后海，它叫后海。”温迪说：“那时间上还差12分钟呢。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在这个后海观光可以差时间？师傅说：“因为后海也叫什刹海，也叫什刹海。”然后师傅就开始解释说：“我吧，不是说不拉您，我是拉着你们娘俩，我蹬不起来，您知道吗？我这5点钟交车，我就是现在折返我都来不及了。我这不交车，人给我罚款。”一听罚款这个词儿，温迪抽了。什么罚？我说温迪啊，温迪，冷静，呼吸，罚他，不罚你。大胖姐说：“你还不了解他们，他就听不了罚钱这个词儿，一听着钱从兜里掏出来，哎，这个动词他就要嘎，重度焦虑。他不管是谁的兜，这么说吧，就是国民消费总值每1块钱的涨幅，都是从我妈命上压过去的。那英国女王在世的时候，明明有马，又买了一匹新马，这女王3月没说话，3月没说话。然后温迪就说：“师傅，赶紧5点之前杀回起点，我可以下车，你别被罚钱，赶紧回去。”师傅就说：“真不是我不拉您，主要是您说您有一儿子，我心说也成，谁成想，嚯，太大了，您这儿子太胖了，您儿子，您让他下来，我管他叫爸爸。”大胖媳妇在后边。我呀，温迪冲他儿子都不是你的错，你太沉，让人家罚款，去，你拉师傅走。于是大胖媳妇和拉车师傅对调，把他的母亲和拉车的师傅拉回了原点。是谁教你这样？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 你好。劳驾，您呢？师傅坐在车上，旁边坐一温迪，旁边别的师傅路过，他还跟人解释呢。真没辙，这儿子太大了，这儿子太胖了，他回来之后，温迪被刺激了，就非常不理解，说我在加拿大是 XS， 我是小号，怎么在这儿就被识别为胖子了呢？于是开始疯狂锻炼，拉着他儿子把能用的健身器械全用上了，天天练。他俩虽然都用，但是都胖了。儿子是所有健身器材都躺着用，不好好练；妈妈是练是好好练，练完吃1桶冰淇淋。所以不怪这些器材，器材是好器材。所以我现在就要把这些健身器材都放闲鱼上卖了。我看很多人都在用闲鱼 APP 卖闲置，幸亏有它，什么电子跳绳、筋膜枪、什么滑雪机、什么这个呼啦圈，还有这3个肌肉大胖媳妇婀娜身姿的拍立得，10几样，通通10块钱出掉，全部断舍离。上闲鱼搜张彩玲就可以带走这些科技与狠活。我告诉你们实话，为啥要卖啊？这是我爸让的，我爸受不了了。我爸天天在那做饭，他就在门口练，给我爸整的怪不好意思，进厨房都不敢出来。温迪还经常拉着我爸说：“哥哥 ，come on，要不要跟我一起锻炼？” Guga，come here，join me。爸呀，Brian。我爸说：“不搞这个，不搞这个。不搞这个，不玩这个。